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节课啊。这节课的话呢，我们要把上节课画的这个惊蛰的线稿以及铺色呢，给它细化完成。那我们就开始吧。上回的话基本上是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回去画的时候，感觉应该还可以，对不对？比想象当中的应该没有这么难，对吧？好了，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图层的顺序啊，开始进行一个细化啊。首先的话呢，现在整个所有的选区都已经分得很清楚了。那现在细化的话，你的顺序应该是条理应该是非常清晰的啊。哎，我们先找到皮肤图层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腮红啊，略略的给它加重一些。在这里呢，我用的仍然是一个硬边缘啊。同学们如果说在比较希望它晕染的更加的，比如说和谐一点的话呢，你用一个柔边缘也可以。但是柔边缘这个笔刷的话呢，它就不能滥用啊。我除了非常大的块面，很干脆的用一个柔边缘以外，一般小的地方的一个色块的衔接吧，还是不太愿意用这个。用多了的话呢，就是这种平涂你们感觉不出来啊。如果是那个完成度比较高的插图的话，它就很容易显得会有一点油。两边眼下的位置呢稍重一些啊，中间的话轻轻的扫过。我们给它营造一点轻重的层次出来啊。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啊，指尖呀，对吧？这些地方轻轻的着色一下啊。然后如果本来肩膀露出来的话呢，两个肩膀的头也可以稍微的着一下墨，这里没有我们就略过了。啊，这边这个一条竖线其实是膝盖后面的一个突出的结构。当你绷直的时候，你的膝盖这一块是有一个脂肪垫在这里的啊，所以它会有块突出的。这个竖线指的是这个结构啊，所以你这个红色扫的话，扫膝盖的前半部分。多扫一下。好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的顺序就是先去做他的头发和他的面部啊，做完了以后再做衣服。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头发的图层啊，上次的话呢是给了一个渐变。黑发的话就是特别要注意它的一个透气性啊，在接近肤色的地方给到一点晕染以后呢，离这个肤色远一点的地方，大家可以大胆的给一点比较深的一个色块啊。然后这个色块呢，其实就是让别人去判断说，哦，你这个头发其实是有这么黑的，对不对？只是其他的地方经过了一点艺术加工。啊，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开始塑造这个头发的一个高光了啊。我自己本人的话呢，不太喜欢用那种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光，所以一般在做高光的一个颜色的那个选色的时候呢，会选比这个这块的话黑到这个程度啊，比这个稍微浅一点，在前面这些地方啊稍微选一个就稍微浅一点的颜色，先去做，先去画啊。
要太跳。啊，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的这个高光的色块啊，分布上面呢，你可以稍微的用一种这种什么 V 呀，对吧？这种什么 N 呐，啊，围着它的结构来啊。因为这边的话呢，有一个结构就是比较凸起的，是这个曲面的一个最凸的地方啊，最突出，它是一个球体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中心是一个旋嘛，这个地方矮一点的嘛，其他的地方就会蓬起来，会形成一个这样子的圆形的一个形状啊。好，然后我们再新建一个图层，用一个比这个高光稍微暗一点的颜色呢，我们去压一下它。同样啊，也是用的硬边缘，这样就可以造成你看这个边界啊它是非常的清晰的啊，不会很含糊。好，色块的话呢，就自然的啊去做一个选色，慢慢的给它做一个过渡，也不用做到毫无痕迹啊。哦，然后有些地方的话，你看一下这块地方比较明显一点啊，这个时候你就用这个柔边缘做橡皮擦，稍微的哎涂一下，大一点啊，这样子就很好了，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它就有一点这种高光的这种感觉已经出来了，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你想要说啊，我的高光感觉这样子还不够闪亮啊，我想要再闪亮点，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在这个基础上面啊，选一个稍微明度高一点的颜色，对它进行局部的这样的一个点亮，对吧？那这个高光它就是比较有一种强弱的感觉啊，不会说非常的死板。同样的方法，我们现在把这些部分稍微的做一下。
这里因为本身的这个底色是一个渐变，所以在色块的融合上面，大家要稍微的花一点精力，慢慢的去做一个过渡啊。它比同一色相的底色去做这个过渡呢，要稍微的麻烦一丢丢的。啊，优化它的形状。根据你想要的效果啊，不停的去增加一个对比，做一个调整。嗯，好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它的一个面部。面部的话呢，我们首先在线稿图层，因为这张的五官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个眼睛，而是闭上了，对吧？所以整个的这个画面的融合来讲的话呢，就是这条线和这个接下来这个闭上的眼睛的部分色块上面的一点融合，我们给它做好，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啊。我们这个时候用跑到这个人物线稿图层的这个正片叠底的这个模式之下啊，然后我们现在呢选用一些颜色，我是这样子，我本人是比较喜欢改一下这个线稿的颜色，让它跟色块融合的比较自然一点。这个东西呢其实是个人的一个喜欢的风格，其实你就是不改颜色，就是黑色。然后因为我们平时的话在社交媒体上面去看的时候，它不会放到这么大去看，不会这么大去看，对吧？我们整个其实是这样子去看的。就这样看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这个线条，黑色的线条在里面的占比还不算是特别粗啊，然后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和谐的效果。这个就看你自己啊，你想不想去改这个颜色？最近其实我也有一点感觉到这种保留黑色线稿的一个魅力，所以我在画上一张辐射的时候，那张其实线稿改变了一下我平时的一个习惯，留的比较黑一点，最后描线的时候也描的比较黑。像里面的整个这个肤色啊，袖子里面的话，我们都可以给它刷淡一点。正片叠底的话，你明度越高啊，你的这个在画面当中的存在感就越弱啊。
像这种里面的结构啊，它就是一个很软的结构啊。像这种里面的，我们就可以把线稿调的弱一点，丰富这个线稿带给我们观者的一个信息啊，就告诉大家这里其实是一个很弱的结构。啊，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人物图层的下面就是这个人物线稿的这个下面啊，然后给它加一点色块上去。锁一下，然后在眼头刷一下，做一个渐变。然后我们用一个重色卡一下。现在呢，这个重色需要在线稿图层的上面了啊。注意啊，它不是简单的说你把它描一下边，大家看一下有些地方我就是点了一下，对吧？哎，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小小的小星光进去，增加它的一个少女感吧。好，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再给它上一点眼妆，嗯，取的是这个人物身上本来就有的一个颜色啊。好的，然后我们用一个深一点的肉色，这个时候笔刷可以稍微调大一点45都可以啊。用一个稍重一点的颜色，在其中这个中间的部分呢，进行一个点压加强啊。眼头用一个非常小的笔触，用肉色做一点过渡啊。
不停的缩小看一下，也不要太过分了啊，不要有种眼头消失的、头轻脚重的感觉，也那也不好看。OK，这个脸部就是这样子就完成了啊，因为它没有眼睛的话就比较快一点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这个衣服。衣服的话呢，我们首先来在这个衣袖上面啊，先对它进行刻画，先找到这个广袖啊，然后呢，在这个晕染涂层颜色的上面嘛，我们新建一个绿色的涂层。选一个浅一点的颜色啊，然后根据底下衣物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绿色涂层做淡一点，去画出它的半透明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绿色涂层的话，它其实也是发光涂层，它的覆盖力比较强啊。这个在擦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有压感了，擦出来一点，让它这个边缘线不要太死啊，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这里也是一样。调整一下它的透明度啊，你自己看，你想要到哪个程度。好的，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绿色涂层，把它锁定好以后，用一个揉边的工具啊，嗯，选一个稍微浓一点的颜色，稍微深一点的颜色，给它做点渐变，对吧？也可以是大家把这个锁定给它取消掉以后，用一个橡皮擦揉边缘，把它做的大一点，然后去做，也是一样啊，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调整一下广袖线稿的一个颜色，可以饱和度高一些啊。在披脖下面的话，
又有一个覆盖力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线稿的颜色做的存在感比较弱一点，有点色块在那里就可以了。好的，然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皮肤这块，还是在广袖的这个图层里面啊，把皮肤这块呢再画一点这个颜色，好，然后降低它的透明度，然后在尾部啊，用这个柔边缘的橡皮擦轻轻一扫，啊，那它这种透明感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好一点。这边也是一样啊，这边也扫一下，表现一下这个布料的一个交接啊。调整一下，好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在这个广袖上面，我们要做它的花纹啊。唐朝的风格的话，还有这个汉服的风格的话呢，它上面都有层层叠叠的那种轴对称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象限对称的那种图案啊，反正就整个给人的感觉呢非常的工整啊，然后形成了，然后一个一个像小印章一样啊，满天星一样洒满这个衣服，有一种给人一种啊这个衣服信息很多的感觉，一时之间感觉啊它上这里也有花纹，那里也有花纹，眼花缭乱，不知道看哪里的这种感觉啊，但是颜色上面呢又非常的统一啊，整个色调又很和谐。那我们现在在广袖上面去找这个小衣服的话呢，小花纹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颜色就选这个裙子上面有的这个颜色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蓝色。这个的话要先独立出来啊，然后不要剪切蒙版，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啊，这么专业的词汇，在这里的颜色色差为什么这么大？哪里呀？颜色差这么大？它就是一个衣料本身的渐变呀。前面淡一点，然后到袖子的尾巴这里浓一点嘛。好，然后造型的话呢，我们可以捏一个，随便捏几片叶子，花草纹最常用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分界线为什么这么明显？哪里有分界线？这边吗？这边吗？这个就是线稿，反正后面都可以调整的。哦，你说这块淡一点的地方是吧？哦，这块淡一点的地方是吧？这块淡一点的地方其实就是表现一个布料的起伏，然后如果你觉得有一点明显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做的那个淡一点。这块的处理是比较主观的啊，是比较主观的，布料起伏的这种感觉，表现那边的话离我们远一点，然后透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感觉。
用橡皮擦，我们擦出它里面的一些经络。用一个比底色稍深一点的颜色，给它做一下勾边。勾边在做的时候呢，也是用小点去压，不要直接一条粗细相同的线啊。好，平铺大法。这个东西呢，如果我那天是一个比较不赶时间、比较享受的状态呢，我应该会自己画，就是一个个都自己画。每个花纹呢做一点不一样出来。但是如果呢，我比较有一个时间上的要求啊，这个稿件，那么我就会像现在这样，先大致的画一画这个花纹，然后先把它做好这个平铺，在这个基础上，你做一点修改和调整，你的效率会更高。这个也要看情况。如果是做插图的时候啊，就是不像这个人物立绘或者说辐射立绘，它就是非常看这个服装细节嘛，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你肯定说这个花纹尽可能的你要给它画清楚。如果是做插图的话，其实你拿那种点点的笔刷吭叽吭叽搞2下就行了。特别是这个人物，它的这个画面里面占比没有这么大的时候啊，更追求一个整体的和谐的时候。全部把它合并然后放到这个创建模板创建这个剪切模板，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不会跑出去了这个图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做一点融合，后面的整个全部都可以给它切出来它离我们稍微远一点，也不用这么清晰透明度可以给它调低一点。
锁定了以后，可以稍微用边上的颜色渲染一下啊。好，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去做一下它的塑造，这样的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不会太死，不会一眼看，不会也看得出来是复制粘贴的，但是不会让别人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第一印象。后面的话呢，其实应该要做的减弱一点，弱化一点，看整体啊，不要这么明显，这个没关系。好，用一个明度比较高的线啊，根据这个结构，局部做一下点亮。这样会有点点那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亮亮的线的有那种感觉，会有一点点。对对对对对，
些局部的点亮会让这个画面的精致度有所提升啊。好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底下加入一些线，也是装饰啊。这个线的话呢，其实有笔刷可以直接一拉过去就是3、4条线的，但是呢，我试了一下，感觉比较机械，还是喜欢手画。粗细也可以控制，用一个绿色，然后降低它的透明度。在底色里面选一个比较贴近的颜色啊，小心的做一下勾边，还是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渐变的底色，所以你这个勾边的颜色的话，得经常看着选。这步的作用就是卡一下这个线，让它看起来比较规整一点。比如脸跟上啊，现在还在画脸呢。哦，花纹就是3片叶子叠在一起。
可以。这件衣服比较透，看得到手臂嘛？对呀，是的。怎么想到要组合点线的结构啊？哎，因为所有的设计都是点线面呢，对不对？当你一个衣服全部都是点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些线去引导它的视线的话，整体就会非常和谐的。特别是像汉服，太容易做到了这件事情。我们有这么多的飘带可以用，包括它的披帛。这个披帛当时在做的时候，我们也说它不是随便的一个形状，那就这样子绕过来，绕过你的这个视觉中心，再绕过来，绕到后面去，对不对？它都是引导视线的嘛。所以不是说，怎么想到用线，其实是很水到渠成的，它就是点线面全部都想一遍。脑袋空空的话，你的素材找的不多呀。我们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大家少于50张素材就不要开始画了，不可能画出来的。一幅图50张已经很少了。我给你们设计这个课程的4张图，我的汉服，我看一下文件夹啊，我的参考图找了166张。166张还没找完，还只是前2张是166张，后2张还不在这个文件夹里。眼睛的画法，下节课就是睁眼睛的，下面3张都是有眼睛的，只有这张是没有眼睛的，所以我接下来那张就会教的啊，不可能不教眼睛的。好，我们的衣服它的花纹就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裙子。喷了颜色，说这块吗？这块对，这块我刚才我也觉得它的边缘有点硬，就像刚才肥猫讲的，边缘稍微有点硬化的时候，然后我用了一个柔边缘的橡皮擦啊，不是用那个着色，是用橡皮擦擦出来的，擦了一个边缘出来啊，感觉这样子自然一点。这种东西都是边画边改嘛，对吧？诶，我这里哪里去了？哦，啊，裙子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先去做一个绿色。手臂画崩了，用袖子挡一下的同学，你就不要画半透明了嘛，你就直接画袖子也没关系啊。
再新建一个啊。好，然后我们擦出了这个裙子的一个透明感以后呢，我们再来调整一下人物的线稿颜色。那边其实是后面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线稿的时候可以把它画出来，让我们自己知道一下那边是后面。然后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线稿基本上就可以让它消失了啊，留一点色块就可以了。好，我们裙子先放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头上面的这个头饰啊，饰品。饰品的话呢，它是塑造上面应该是大家最花时间的地方，虽然占比小，但是花时间。但是这张图如果说有精致感的话，那就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图形给它做规整先哦，完善一下它的造型。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加高光啊，像我们基本上画这种光影不太强烈的例会的时候呢，统一的光影我们基本上都把它设置为上方，要么是左上方，要么就是右上方啊。
然后我们来到高光图层的下面这个图层啊，这个高光我们等一下还要调整了啊。然后在高光图层下面，我们现在去刻画这些宝石的一个质感。这个红色是非常纯的啊。在做这个倒影的时候，可以非常豪爽的放一点很重的色块进去，没有问题的。好的，在高光这边，我们现在开始塑造一下这块红色的高光啊，用一点高饱和的蓝色渲染在这个高光的周围，优化一下高光的形状。抠一下整个红宝石的外面的一个造型。好的，然后在这个的底部给它画一点透光啊。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导航，在这个图里面，这个红色的这块这样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我们给它高光做了一下处理以后呢，两边的这个红宝石，像这边的话在左侧的话，它这个光透过来，我们稍微给它做的亮一点点。其实这个刻画并不是说做到了非常的细致，但是因为它占比很小，缩小了看以后呢，它已经是有一点变化了，对不对？哎，这样子就 OK 了啊。底下的话呢，有受其他这个光源的影响，形成一个小小的光点，我们放在这里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也是一样的步骤，我们在高光图层的下面啊，给它新建图层。这个时候这些珠宝它更小了，更小的话，大家要经常看一下这个导航图，或者呢你再缩小看一下啊，不要把它刻画的太过头。有时候太小的细节，你刻画的太多的话，其实缩小了看，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而且有点会显脏啊。我就觉得你这个里面什么这么小一块地方东西这么多，拿一个重一点的颜色，稍微的卡一下。
把我们在最上面的涂层一样啊，也稍微用一个饱和度高一点的冷色，在高光周围点一下。然后用一个重色，我们去卡一下。嗯，宝石的质感是不是就有一点出来了，对不对？记住这个方法。其实珠宝的刻画大差不差都是这样。哎，在我们的这个金色的部分啊，金色的部分呢，我有话要说。我发现大家经常想要表现黄金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时候，用那个很黄的一种黄色。你们取色，好多同学我看很习惯就取这种颜色。不是的，做这种金属的时候，一开始取色一定要把饱和度压得很低，都有点灰的那种，这样子这个金画出来才高级，知道吗？不要画那种非常那种黄澄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很像那种卖的假金啊。哎，老外的金发也是一样，这个比如说那种什么铂金色，它其实明度很高，饱和度非常低的，就有一点点那种偏黄的这样的一个色相。不要把它画的那个黄澄澄的。好的，在原色的基础上，在底色的基础上啊，往我们的右下取一点颜色，做一点压暗啊。稍微给它抠一点点啊，怎么了？哎呀，你怎么回事？啊，稍微给它抠一点点不太明显的反光出来啊，然后在这个反光上面，我们做一点，做一点一点点的啊，微妙的这样的一点渐变。嗯，好了呢，这个就 OK 了呢。这里到这里都是这个东西啊，复制粘贴。
好，我们就少画了一个，对不对？世界上有 PS 多好，如果我们现在生活在，对吧？几百年前，我们就要再画一遍。好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这个啊，这个法式呢，它跟刚才的那个处理方式是一样一样的。先优化一下它的一个造型。对啊，你现在如果是手绘人的话，手绘人的话，你看多么绝望。有时候像我们画这些手势，对吧？一串下来，全部都是重复的一个手势。好，我们归纳完了啊，把它规整完了造型以后，我们又来了啊，我们的高光又出现了。这个我们做片状啊。大家跟画这个呢，其实也还有一点就是，你们可以体验到一个度，就是说啊，平时如果说想要画面出一个精致感的话呢，就是放到这么大，抠抠抠抠抠，它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嘿，指南针。居然说像指南针，没有人说像梵克雅宝吧？不是我们像梵克雅宝，是梵克雅宝像我们一样啊，在高光图层的下面去给它一点这也不能叫阴影吧，一些倒影吧，应该来讲，一些暗部。好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用黑色
啊，稍微黑一点的底色啊，这个时候黑一点不要紧了啊。做一下它的一个抠边。这里也是一样啊，边缘 look，对不对？主要的流程都是一样的啊，先找到光源，然后绕着这个光源去给暗部啊。暗部的话呢，这个形状啊可以随意一点。这块红色你就是给炸了都没关系，它太小了。高光部分啊，用个饱和度稍高一点的冷色，我给它做一点点缀。从这里开始。水平反转。然后我们用这个叫什么变形工具啊，
好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做这个花朵啊。这几个花朵的话，哎，我们先从最大的这朵开始。这朵呢，我们就是做一个蔷薇，画一个蔷薇。蔷薇就是非常百搭的那种花了啊。这个画的话，如果是画花不太顺手的同学的话，可以在上面先做一点点那个线稿。决定不画这个花，不行啊。这个花整个的配饰挺重要的耶，不画的话岂不是很单调看起来？根据这个色块，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给它加点鸟上去，太适合了，春天跟鸟，对不对？画个发带，嗯，可以，你自己看，就是它需要一点色块，你怎么回事？松松的啊，画一点花瓣，然后呢，这个时候绕着这个花瓣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区分出这些花瓣层层叠叠的感觉。有啊有啊，刚刚我有在说话，没有声音吗？没有声音吗？哦，好的。然后大致的色块区分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线稿图层的上方新建一个图层，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啊。这一块的画法其实就是所谓厚涂嘛，厚涂就是糊在一起画嘛。可以，你怎么回事？用硬边的这个笔啊，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呢，哎，我们可以像这样子，有了大的框架以后啊，我们用稍微深一点的颜色在浅的底色上面，哎，区分出这个花瓣它卷起来的这个花边，对不对？优化它的形状啊。像这种就大家可以不用说跟我画的一模一样，
这个花瓣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啊。嗯嗯，直接给它去掉啊。感觉那个外轮廓有点太对称了，不好看，所以我给它稍微修一下外轮廓。好了，用一个饱和度高一点的重色卡一下。这样就好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绿色的小发发，可以跟这个黄色稍微的混一点，混一下色。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在上面，我们可以在上面新建图层啊，然后画一点点它的线稿。哎，我是想要画这种，但是这种呢，拉到边上去，画起来有点太细了，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差不多的形。反正也是菊花就行了。啊，然后在下面，把它的形状啊切出来，擦干净，补充一下色块，用一点重色点一下，做的非常的概括。好的，然后最后是我们的这个橘黄色，橘黄色就给一个小雏菊，用橡皮擦擦出来。它在哪里？哦，在这里。有什么问题
记得问啊，主管问。重色卡一下小键盘。没有啊，我没有小键盘呀、为什么你们会用到小键盘？我也很好奇呢。小键盘好用，我用的是笔记本自带的那个键盘。什么东西经过你的嘴讲起来，显得我真的像个猩猩一样。便捷工具，就是它方便在什么地方呢？我是想知道，它跟这个直接用键盘有什么区别呢？更小。哦。哦，是这样吗？哦，那小键盘要在哪里？哦，要淘宝就直接搜小键盘是吗？外面的世界已经如此的发达了吗？如此的现代化了。笔刷大小它不是这个不是手绘板它自己可以有那个转转的可以调吗？为什么还要用它的去调呢？哦，对哦。60转转不好用吗？我觉得很好用啊。啊，它的关系应该是在这个的上面。这个花哦盖住了，那我把它拉到上面去啊。那是你的不好用吧？我的可好用了。OK。你怎么回事？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就要用一点重色啊，卡一点造型出来就好了。就给它当一个那个球形的小花苞放在这里就行。好，然后我们的花花你看就这样解决了啊，是不是说 eerie 哦？其实这些东西说到底就是耐心呐。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技巧在里面，就是你花时间一点点去抠就好了。很好吃。对啊，像你们老师问我笔刷，笔刷用什么笔刷？我不是不想用那些很绚丽的笔刷，不是不会用。
我连自己做的笔刷都非常朴实，就是我需要叶子，我就去做一个叶子的笔刷；需要花，我就去做一个花的笔刷。然后我就拿那个东西吭哧吭哧盖。对啊，我也很想用啊。好的，这个的话，我们还是把它处理成一个玉石啊，玉石的感觉，用一个稍重一点的重色卡一下这个高光啊。嗯，这边也是一样啊。拿皮皮擦，哟，你好厉害哦，你跟得上呢。拿一个重色去抠它的外轮廓，还是一样啊。哦，好厉害哦，边上课边跟都能跟得上。你这个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你下课稍微看一下你就理解了。嗯，OK，还剩最后一片椰汁，有点像哎。也是一样啊，一样的流程，都是一样的流程，只是大家多重复几遍。像这种视觉中心的手势的时候呢，我就不建议大家说做，嗯，它是以这个多样性让人留下印象的时候啊，大家就不要去太多的做复制粘贴，就会比较死一点。我之前碰到过有同学说，哦，头上全是花，他就只画了一朵花，然后全部复制粘贴。哦，那肯定是不太好看的，对不对？是你一开始如果说画个四五朵，然后想办法组合一下，然后最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去细化，再去改一下，那是可以的，那就容易出效果。
好，然后还剩一个小发发，还是一样啊。我们先把它的这个造型啊，给它做的规整一点。这个小女孩如果画上眼睛的话，冷色的眼睛肯定是好看一点。黄绿，黄绿，饱和度低一点吧。啊，不要太高。如果饱和度一定要弄点高的话，就是非常少量的加一点。黄绿色应该是可以的呀，它身上有黄绿色，那就是和谐的。这个图，它这个眼睛，如果有同学想要把它画睁开来的话，你直视镜头就少了一点美感了。它一定要把那个眼睑往下垂，这样子会好，我觉得会比较有味道一点。换一个动作是睁眼。哦，对啊，对啊，你刚才那个摄像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是完全 OK 的。所有花苞的处理都是大同小异啊，就是不停的在重复，所以这里我就不重复进行讲解了啊，前面都是差不多的。怎么学透视？嗯，好像也是理解进去了，有一天突然就会了。啊，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思维上的转变对我的作用比较大的是，一开始透视，大家去看那些素体的时候，肯定就是以线的方式去看嘛，就是想把他的那个胸腔先画出来，然后把那个胯部，对吧？然后这个线这样子一点点把它画出来，这个对我来讲理解上面，我就不顺啊，我用这种方法去学我就很难。然后后来是我就是用快的方式，就是我像我那个起草的时候不是用的一个那个剪影法嘛，对吧？就是先搞了2个灰团子，这个对我来讲就特别好使，我就一下子就很能懂这个东西，所以每个人不一样。
包括我现在上课跟大家带的那个画人体的那个顺序啊，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顺序，就是我就是从胸腔和盆骨这两个块开始的，然后再去管头，头对我来讲就是第三顺位。那我刚开始去练的时候，就是从头开始，我就是很不顺，怎么画都不顺。后来我发现从顺序换一下，对我来讲就特别好使。哦，是吗？哦，这个剪影就是很好用嘛。不然的话，大家画这个人体这样有一点带透视的，如果单纯用线条去画，去描这个肩膀的线，它的那个弧度大概是多少度，对吧？然后其实应该要花很长时间的，但是有了那个剪影就不一样了。对场景的透视也是一样的呀，你把那个整个场景的那个透视线，你得先给它画出来。现在的话也有插件了，你点一下那个消失点，它应该自己就可以出现那个透视线。然后在这个透视线的情况下，那个建筑嘛，你肯定全部都是有水平线的嘛，其实就是看起来复杂，画起来也不难画，它就是繁琐一点。啊。建模啊，好的，建模的话那就不用说这些了，就直接去建模就好了。建模真好。动森竟然还有这种用处。OK，头部的饰品就差不多了啊，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加一个这种玉簪子，玉的扁平簪，高光之后用一个重色去卡，把它的造型落实掉，在高光附近啊，还是一样去卡高光啊。
好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人物的额头中间点一个，点一个在幼儿园里只有优秀的小朋友才能点的一个红点点。好的，然后我们来画一下鞋子啊，找到鞋子的图层，比较随意的搞一点粉色的色块上去啊，因为它展露的面积比较小，我们没有必要说特意再去做一个图案。嗯，吓死我。OK，然后我们再搞一点蓝色的色块上去。这个蓝色在整个画面里面都没有啊，但是呢，它跟其他的蓝绿色也不能说是相差很大，对吧？它是一个算是个临近色嘛，对不对？但它虽然没有呼应，但它小啊，它小它就没有什么问题。你们这样子听我讲配色讲下来，是不是感觉自己有种要行了的感觉？是，好，那你要抓住这种感觉，然后赶紧去试一下啊，这样子吗？不可能，怎么回事？
配色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熟能生巧。我以前有段时间觉得配色很痛苦，我们这个时候再给这个鞋子的后面添一只小蝴蝶。啊，有是有，但是他们对我的要求太高了，他们叫我画衣服的那个平铺图，还有图案细节给他们，那不是要了我的命吗？OK，好像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嗯，批驳上面再搞一点，批驳呢？拿一个新建一个图层，然后混合模式里面选一个描边，在描边里面平静的风感，说我吗？哦，对呢，他教我过，重新画一遍过。哎呦，怎么画嘛？哎，固执老太，你的名字跟另一个同学可以组一个 CP 耶。我们群里还有个人叫快乐老爹，不知道他现在改名了没有？对啊，有一个叫快乐老爹的，一个快乐老爹，一个固执老太，好有 CP 感，你们两个，你们像一对怨偶，那结婚60年的那种怨偶。有啊，他在里面啊。顺着这个线条的趋势，增加一些小的这种毛茸茸的小花小草之类的感觉，哎，更有春天的感觉啊。
降低一点透明度，让它整体就是更加的和谐一些。嗯，OK。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啊，我们画到这边，基本上这张图的话，它的一个主体的塑造就差不多了啊。接下来我们做的就是去让它的这个完成度更高，整体看起来更规整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大家还想要再加一些什么首饰啊，哦，这个都是 OK 的。比如说你的袖子上面，对吧？加一排的什么小铃铛啊，对吧？然后你那个手镯给它搞2个啊，然后或者说是一些那个金属的那个饰品挂在这个披帛的尾巴上面，等等等等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让大家，如果你们还有这个精力的话，可以自由发挥啊，可以加一点东西上去啊，试着去好好的塑造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找到线稿。要啊，这不是还没到那一步吗？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整体的把这个选区选中啊，然后呢，我们新建一个图层，在所有的图层上面啊，我们这个时候呢，给这个人物用正片叠底的形式，稍微的加一点点光影啊，这个光影它其实是比较平的啊，它只是增加了一点点而已。在所有这个褶皱的凹陷处，我们加上阴影。褶皱的阴影在添加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小三角去做啊。
P 博也要记得给它加上阴影。这边有一点叠加，把饰品放到正片叠底上面，反正饰品这么小是不加阴影了啊。这个正片叠底我们给它减淡一点点啊，做一个布料的堆积的一个感觉啊。颜色上面我们调整一下啊。好了，就可以了。那么最后我们还要再对整体进行一个描边啊。我们从人物的脸部开始啊。这个脸呢，其实也不太需要描边了啊。这个图层呢，现在放在所有图层的最上面，所以这个步骤你仍然可以加强这个色块和线条之间的一个融合啊。这个耳朵的结构呢，我们稍微的给它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头发啊。头发注意，卡重色啊。我们在这种头发有一个好像层次的堆叠的地方，我们给它卡上重色。这个时候需要你带入思考进去啊。经常缩小看一下。好，这个发际线这里我们要给它做一点点过渡。轻松的带出一些发丝啊，一些碎的发丝。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
看下来感觉难度应该还行吧，是不是？还行啊。母优，母优北京。而且古风的主题，其实我排版就做的不花哨，那种很花哨的主题它，很花哨的配色跟这个就不太搭的。我想想，不对的哦，这个头发应该是在上面的，对。现在到了要描这根线的时候了啊，描这根发丝的时候了。对呀，画面的动态的话呢，这个人物本身的身体曲线和它周边东西的统一风向，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就是光人物动态做得好，然后你这些都没有考虑到照顾到的话，它出来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动态。改变一下两根细发丝的颜色啊，让它更透气一些。嗯，好了，我们的头部就 OK 了，然后就是我们的身体。身体的话呢，
比起这个重点部位的脸来讲啊，它就轻松多了。这一步，看起来最机械，但是其实是我改作业改过来的一个重灾区，就是好多同学不喜欢画这一步，不喜欢画这步也没事了，那就在线稿阶段的时候把线稿处理的干净一点，清爽一点就可以了。这步呢，从本质上来讲，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勾线啊，它其实是给这个线稿啊增加一点面。勾线粗会变得很平面，那就要看你是把它当做线还是把它当做面了。有些粗线稿的画手，它的那个线很粗，存在感非常强，但是它就是不影响它的体积感非常强，因为它那个线条，黑色的线条完全不修饰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它把那个一些，比如说衣物啊或者人物啊，它的微妙的那个我们视线当中慢慢消失的那个面，它就用那个线其实去表达出来了。单纯去勾的话，就是说非常的工整的话，然后很平均的话，确实是会增加平面感的啊。有很多装饰性的画，它就是这样子的。好的，这个胸部这里应该是有点半透明的哦。贴纸商家，贴纸跟胶带还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吗？
哦，贴着它边上给你抠了一圈是吧？哦，原来是这样。哦哦哦，原来是这样。好的，我看看我有没有机会吧。我出不出这个主要看别人有没有来找我。讲到这个我就，讲到这个我就心虚。嗯，不是一个快截稿了，是全部的都要截稿了。唉，什么主题啊？嗯，超多主题啊。就他们跟我就是在比谁的记性比较差，他们也不记得跟我约了，我也不记得我约了什么，然后突然之间他们就出现，然后说，哎，我们有一个胶带还没有画，哎，我说真的吗？然后他们就开始，然后老板就开始翻记录啊，然后翻到了，我说哇，真的是如此啊，一看我们两个聊的可能已经是2年前了。对呀，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回事？好的，然后就是这种，嗯，这个这个手臂的线条吧，可以稍微的弱化一些啊，弱一些。然后我们自己进行一点点渲染，底下的布料做一丢丢渲染啊。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接胶带稿了，我能画完就不错了。
有些社团就是人蛮好的，就过来问说老师那个档期什么时候？然后我就说啊下半年吧。然后下半年他就说老师档期到了吗？啊我说哎呀今年好像没有时间了。然后他可能过段时间又会来问。哎，就他们人特别好，然后我都很不好意思，都画的太慢了。嗯，然后何止胶带，就现在还有好多人很喜欢那个就是喜欢贴了胶带，然后在那边吐槽的嘛。哎，我是经常被吐槽的，我有时候都会看的。他说世界上最难抠的头发，阿水。还有几个跟我差不多难抠的，我感觉他们都比我难抠多了，我感觉自己的还行啊。给你们讲个有意思的吧，你们有问题吗？有问题我们就讲问题。哎，我现在非常机械啊，我这个阶段就全部都是在弱化我的线稿，然后根据它的那个体积，进行一个外轮廓上面的完整度上面的一个提高啊。画成我这样不是很简单吗？我给你们讲个有意思的，之前我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那个人他应该是挺喜欢我的。然后呢，他买了我的一个胶带，就是你们都应该看到过，就是那个星光群的小女孩的那个胶带啊。那个就我画了好几套嘛。然后他买了我大概是去年的吧，去年的一套吧。然后他又看到了我大概3、4年前的一套吧。然后他以为是3、4年前的我的那套，他以为是另外一个人。然后他说抄袭我，然后就挂出来了。然后下面的人一直跟他解释说他们俩是同一个人。他说绝对不可能，这个人简直就是跳梁小丑。笑死我了。他说连抄都抄不会，头发的颜色也是一样的，裙子的造型也是一样的，抄都抄的这么难看。哎呀，讲得我好汗颜啊。然后下面有个人跟他解释说他们俩是同一个人。他说不可能，第一，什么？那个左边那卷胶带在右边那个胶带前面，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啊，这个没有背景啊，这个没有背景，我们这个例会没有背景的。它的就算有排版，也就是铺个底色，加个圈圈。对，他非常坚持。你看到过啊？我感觉现在应该还在吧。我那时候觉得太好笑了。我没有下场啊，我我就是在感动的同时又有一点尴尬，这种感情就很复杂。
他们已经在下面都已经大声疾呼了，都跟这个人讲了，他说是同一个老师。然后我不是有两个名字吗？那两个胶带出的时候刚好是两个名字，所以他非常板上钉钉的认为是两个人。他人挺好的哦，哎，手账这2年已经过了最光辉的时候了，现在留下来的好多都是真的是比较长情的了。以前刚开始兴起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玩手账。正片底底，我们在这里再加一点点纹路。哎，手账，对，这个东西是好多人，我觉得会是以后的一个回忆吧，这个手账。OK OK，还有一个飘带，我们就接近尾声啦。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抓紧时间问喽。我又要提问了，什么叫咕卡呀？到底？咕卡是什么东西？在透明亚克力板上贴贴纸。哦，那你在亚克力板上贴贴纸，那你
那你贴完了你要撕下来吗？还是你每次都得要一个新的亚克力板？那你不是家里有好多亚克力板？新的亚克力板？哦，那家里不是有太多的亚克力板了吗？哦，这个样子，好多人买呀。哦，哎，那不是跟那个流麻不是一样的吗？这样子，为什么你会这么脏？发生了什么问题？不知道。你是这个渐变的时候显脏吗？渐变的时候显脏，你记得揉边一定要笔刷大小一定要开的很大啊！你给我看看，啾啾，嗯，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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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老师整理线稿这里用的笔刷全部都是硬边缘，全部都是硬边缘啊。范围描边一般开多大的笔刷？描边开4啊5啊，然后如果是脸的话呢，有时候2啊3啊1啊都有啊。脸的话小一点，范围大导致颜色脏。范围我来 look。嗯，这个裙子挺好的，但是这个袖子为什么这样呢？袖子为什么是这么不匀呢？你那个喷枪工具笔刷要大，笔触要大，你喷这个渐变啊，不是说在上面喷好几次的，你就是一笔，知道吗？然后你这个绿色现在用的有点太强了啊，绿色太强了，你要给它调低一点，调那个透明度给它调低一点。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品了，透明度调低了就灰了，灰。那我这个也不是特别特别亮的，它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灰灰的嘛。对，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张啊，惊蛰。